各位好，今天与大家分享3个德语国家的媒体报道本次中国的国产客机 C919 参加新加坡国际航展的事，看看人家德国、瑞士以及奥地利德语区的人怎么看待中国的飞机，他们担心空客的未来吗？我们先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中部电视台的报道。中国展出首架中国商飞 C919 客机，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最大航展上，约1000家航空企业展出了各自的发展成果。中国展出了其首架中国商飞 C919 喷气式客机，中国想与空客和波音展开竞争。Auf Asiens größter Flugschau in Singapur werden die neuesten Entwicklungen der Luftfahrttechnik präsentiert. Zu sehen ist auch Chinas erster eigener Passagierjet Comac C919. Damit will das Land Airbus und Boeing Konkurrenz machen und zugleich seine Abhängigkeit von ausländischer Technologie verringern. Comac C919 hat gut 190 Sitzplätze und kann etwa 5500 Kilometer weit fliegen. An der Flugschau nehmen mehr als 1000 Unternehmen teil. Es werden 50.000 Fachbesucher aus mehr als 50 Ländern und Regionen erwartet. 现在我们来看看瑞士20分钟快报对此的报道，它也是以短视频的形式报道的，大意是新加坡航展，中国用 C919 向空客和波音发起进攻。中国首架国产客机 C919 即将在新加坡航展上首次亮相国际舞台。这款由中国商飞生产的载体飞机是欧洲空客 A320 和美国波音737 MAX 的潜在竞争对手。Wird das Flugzeug der Europäer und Amerikaner Konkurrenz machen? An der Singapore Airshow präsentiert China die C919. Hersteller ist COMAC, di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Mit dem Flugzeug will Peking seine Präsenz in der globalen Luftfahrt stärken. Gleichzeitig soll die Abhängigkeit von ausländischen Technologien sinken. Das Schmalrumpfflugzeug mit einem Kabinengang ist potenziell eine Konkurrenz für die A320 von Airbus und die 737 MAX von Boeing. Bis jetzt hat die C919 aber noch keinen Käufer außerhalb von China gefunden. Laut dem Luftfahrtanalyst Shukor Yusuf wird es vorerst schwierig sein, für das Flugzeug namhafte Käufer zu finden. Es wird einige Zeit dauern, bis die C919 einen Auftrag von einer großen Fluggesellschaft erhält, hat der AFP gesagt. 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架飞机在西方没有机会，但有可能成为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竞争对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飞机不是炊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下一条评论：中国将统治世界。下一条评论：某位法国总统曾说过，我们把没有太大附加值的东西让中国人做，而把拥有先进技术的商品卖给他们。他提到了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历史自有公论。下一条评论：竞争也许对波音 B737 MAX 来说是这样，但对 A320 来说几乎不可能。下一条评论：中国商飞首先必须证明其经济参数，每名乘客的每英里成本、航程、油耗优于 A320 和 B737， 当然抵消交易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某国的国家航空公司购买 C919 以换取与中国的贸易优惠。下一条评论：未来10年，中国会有多少机场投入使用？如果他们自己造飞机，这将对空客和波音飞机造成伤害。中国的航空公司肯定不会购买西方的机型，因为否则就会被视为不爱国，这可能会带来问题。下一条评论：我绝不会买，毕竟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是邪恶的。那个女人在电视上是这么说的，报纸上也是这么登的。下一条评论：中国得到了一架被拆解的空客飞机，并复制了它，什么原因显而易见。下一条评论：我们提供了技术，现在他们利用起来，不就是这样吗？下一条评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他们应该在那里销售飞机，来自于本地，服务于本地。下一条评论：飞机可能是不错的，
但如果因为数量少而没有备件等分销网络，飞机只能在中国维护，那么非中国运营商就不会对它感兴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下一条评论，中国人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很快我们都将坐在 C919 里，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做得更便宜。下一条评论，当然以前是日本人，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用相机在欧洲拍照，中国购买波音空客飞机，当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复制品有时也一样好。现在他们很快就能向俄罗斯供应这些飞机了。下一条评论，只要西方航空公司不允许购买这种山寨货，就没有什么机会。最后我们来看看奥地利标准报较为详细的报道。中国的 C919 开始与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竞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希望打破西方制造商在中程航线上的主导地位。本周，这家中国公司将在新加坡展示其 C919 机型。最近，任何在亚洲商用飞机市场上雄心勃勃的企业都在新加坡航展上展出自己的产品。中国的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 COMAC 也不例外。该公司携 C919 飞机参加了将持续到周末的新加坡航展。C919 的目标是打破西方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在中程航线上的主导地位。尽管亚洲市场去年仅达到新冠大流行前 92% 的水平，但仍有望实现强劲增长。C919 已获商业运行，并已在国内航班上投入使用。在新加坡航展上，这架飞机也首次飞往国外。不过，该地区很可能已重新走上增长之路。今年，亚洲和中东地区预计将出现最高的航空交通增长率，从而最终摆脱新冠病毒危机的影响。亚洲共有约2200架中短途飞机在运营，其中大部分是空中客车 A320 和波音737，但其中约1800架已经过时，没有最新的发动机，而最新的发动机可以大大降低燃油成本。首航推迟，简而言之，亚洲航空公司需要新飞机来取代之前的那些系列的飞机，并继续扩大机队。中国商飞显然相信 C919 有很大机会在国外站稳脚跟。该飞机于2022年9月才在中国获得定期航班适航证，之后该飞机于2023年5月完成了上海和北京之间的首次定期航班。根据原计划，这应该在9年前就完成，但现在却被推迟了很多。尽管如此，这个时间点对 C919 来说可能是有利的，毕竟最近波音公司的737 MAX 系列飞机出现了一系列故障，波音公司的处境似乎很不妙，甚至在新加坡都没有自己的飞机，而空客的 A320 也很难更有效地服务于亚洲市场。根据南德意志报报道，至少在2030年之前，A320 的机型都已售罄。因此，空中客车公司只拿了 A350-1000 长途喷气机来新加坡参展，乏善可陈的数量。然而，可容纳多达192名乘客、航程达5555公里的 C919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规模量产。中国商飞的目标是到2025年每年交付150架 C919， 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10%。但即使到2030年，计划交付量也将不到其西方竞争对手的 10%。产能受限的因素之一是安装了许多外国部件，如发动机。不过，中国商飞财团的目标是在中期内实现自主生产，而中国在此类大型工业项目方面后劲很足。下一代飞机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很可能更接近竞争对手。好，朋友们，这就是报道的全部。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首先，我想说明在老欧洲这边，很多本地人总认为中国人只会复制，以及中国产品很垃圾。我很肯定，等下绝对有此类评论，而且不少。这是典型的傲慢滞后性。第一条评论，看上去像架飞机，然后下位网友跟帖说，确切的说，像复制的空客 A320。下一条评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人一定会拿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下一条评论，
除非中国政府在此之前破产，因为他们陷入了人口减少、债务堆积和大量耗资巨大项目的困境。下一条评论：C919于2017年首飞，从那时起，他们就没能管控好诸多问题。除了缺乏适航证之外，西方购买这种飞机还需要很多年。下一条评论：中国市场就足够大。下一条评论：如果C919的质量和其他中国产品一样，那就自求多福吧。下一条评论：如果你完全无知，使用来自中国的终端设备，通过来自中国的路由器连接，互联网线路使用来自中国的组件，等等等等，知道我说什么了吗？下一条评论：我把我的第一部华为 P9 Plus 用了6年后送给了我的父亲，他又用了2年，一直用的是同一块电池。没错，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都是坏的，欧洲人什么都造不出来，这太愚蠢了。下一条评论：使用的是西方工程技术，在中国生产是因为那里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专业技术通常在其他地方，不可否认，需要强调还在别的地方。下一条评论：中国是全球光伏电池板、逆变器和电池的市场领导者。下一条评论：好几年来都不再是这样了，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西方，只是西方国家和你一样，还不想或者不能理解或者不相信这一点。下一条评论：这种以边概全的说法令人讨厌，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把生产和技术混为一谈。我们在这里不生产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技术主权已经输给了中国，这适用于中国完全空白的许多领域。中国没有机会通过合资企业获得这些技术，美国和欧洲正在密切关注这些技术，以确保它们不会最终落入中国手中，要么使用最终产品，如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和其他部件，中国造不出来，要么在中国一些机器被用于生产，比如半导体制造。下一条评论：先窥探竞争对手，然后推高市场，这是中国人累世不爽的成功之道。下一条评论：请看我的帖子，这只能怪我们西方人自己，没有人强迫我们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下一条评论：如果把中国这个词去掉，那就是对的。我来解释一下，所有企业都搞窥探。下一条评论：朋友们，这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我们看，中国人总是有长期战略，这与速成生意无关。他们希望缓慢而稳定地占领市场，到那时，他们的飞机将丝毫不逊色于西方飞机，生产能力已经到位，价格将比西方竞争对手低 30%。到那时，空客公司和波音公司就会大叫起来：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点。目前的观点是，中国人的垃圾货，直到我们醒悟过来，为时已晚。下一条评论：是的，在下个行业中，中国将通过合资企业攫取技术，然后用它来损害前合作伙伴的利益，但西方公司以及西方政府难辞其咎。我们不具备战略眼光，中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下一条评论：中国还缺乏的相关技术，有什么合资企业吗？所以你只是在不懂装懂的情况下说一些八卦式的废话。下一条评论：C919的原型估计来自空客。下一条评论：他们的 C919已经达到了欧洲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水平。这架飞机的关键数据甚至还不如一架非常老旧的 A320。如果他们没有购买最新的航电设备和发动机，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当然，这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它说明了中国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程度。关于这样的项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无限资金和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每年150架的数量实际上少得令人尴尬。下一条评论：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C919看起来像空客320吗？下一条评论：这样的单通道窄体飞机看上去和 A320能有什么区别吗？下一条评论：我不会坐这架飞机。自从我在童年时代见过一架老式图波列夫飞机后，我就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飞机技术持保留意见。下一条评论：
你小时候从外面看飞机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哈哈哈哈！我经常坐这种飞机，也与他们打过技术交道。虽然理念完全不同，但他们都是非常棒的飞机。下一条评论：如果西方不配合，但相关人员眼中肯定只有美元符号，那么在未来30年到50年内，中国肯定无法生产出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飞机。大约45%的重要部件仍需外购。俄罗斯和它的超级喷气机100的情况也类似，他们还可以梦想批量生产，所有部件均来自俄罗斯，但最多也就停留在梦想阶段。下一条评论，这里有2个链接，显示他们从世界市场上购买一切重要部件，实际上他们只能自己生产技术含量低的部件，并以极低的工资击败西方竞争者。下一条评论，一开始人们对中国汽车有很多批评，现在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不过我们投票给右翼党派也不错，他们告诉我们作为奥地利人可以多么自豪。下一条评论，发动机、起落架、航电设备都来自西方，而空客公司自2008年起就在中国设立了组装厂，因此可能不会有技术外流。很快中国政府就会规定什么航空公司准许飞什么飞机。呵呵呵，C99已经开始测试了。下一条评论，从天津的空客装配线学不到什么东西，它的图纸是从德国汉堡工厂的原图上稍加改动的，而且执行的并不好。此外，所有部件都是在国外生产的，只是在天津拼凑起来而已。我当时参与了组装厂的建设。下一条评论，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都是垃圾，或者他们对质量有不同的理解。我驾驶过一些中国汽车，那是可怕的体验。与之相比，罗马尼亚的达契亚就像奔驰 S 款。德国知识点评，不知这位奥地利人驾驶过什么中国汽车，估计几十年前吧，否则他说的罗马尼亚那种又丑又老式的汽车像奔驰汽车，那绝对是胡说八道，满足自己作为欧洲人的傲慢而已。下一条评论，我们公司现在就有一辆吉利汽车，我的同事现在再也不喜欢开他那辆开了3年的宝马5系列了，于是把它给她的丈夫开了。她说她的宝马5系列的一切都太老土了。下一条评论，从1月份开始我就开比亚迪了，无法同意你的观点。以前我开过的新车包括大众帕萨特和都兰、福特蒙迪欧、宝马320和316。尤其恼人的是，宝马车的屏幕从7英寸升级到9英寸需要额外支付1000欧元。目前大众的 ID.7 基础版没有座椅加热功能，事实上2024年了，连这都没有，简直太过分了。就像曾经是德国制造商对右侧外后视镜额外收费一样，直到本田、丰田和其他公司表明有另一种方法。德国知识说明，这位网友无法同意楼主关于中国车很垃圾的观点，然后他说后来日本车的右外后视镜无需另外收费。下一条评论，中国汽车并不比欧洲汽车差，所以他们也很成功。下一条评论，要小心啦，如果中国人想要夺取一个市场，他们就会无限制的倾销，直到竞争对手不战而败或倒闭。下一条评论，所以说中国人不仅在汽车方面，在飞机方面也将把我们甩在身后。留在欧洲的将是右翼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只能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因为他们一事无成。下一条评论，目前航天领域尤其令人担忧，在欧洲我们已经完全落伍了，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那就只能这样了。到那时我们就只能为欧洲宇航员购买经济舱机票了。下一条评论，可能会像你说的那样吧，这还有待观察，但这并不是右翼法西斯分子造成的。毕竟在过去的20年里，在欧盟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至少在政府职能上没有。我们必须这么诚实地面对事实。下一条评论，为了快速获利，下一个行业将被引诱到中国，然后所有好东西都被复制改良，市场被倾销价格毁掉，西方竞争不过，中国接手。
当然，事后看来，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一切，就像往常一样。下一条评论：1990年，中国首次获得俄罗斯的战机，然后进行复制。现在中国最新型的战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我们看这条新闻，中国研制的歼-11和歼-16系列战机衍生机型配备了 AESA 雷达、新型数据链、改进型预警系统，并增加了复合材料的使用，使其整体作战能力超过了俄罗斯最新型战机苏 -35S。 下一条评论：我绝对不会买中国的电动汽车。中国基本上和俄罗斯一样是法西斯独裁国家，有集中营、全面监控和非常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与克里姆林宫这个小矮人不同的是，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在某些事情上几乎将我们纳入囊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我也不会搭乘中国的飞机。下一条评论：那您以后就只能坐火车啦。等等，还有西部铁路、捷克共和国等等等等。在 DIY 卖场，99.999999%的商品上都印有中国制造。就连原本在意大利包装的意大利番茄酱也来自……你猜对了。我们在疫情期间戴的口罩呢？下一条评论：中国已经收购了供应商如 FACC， 并正在攫取他们的专业技术。空客、波音公司不再直接开发飞机，他们已将其外包给了供应商。下一条评论：中国有了自己的空间站，并且飞往火星。只要有技术要求，他们现在也能毫无问题的开发，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我在自己的行业，全自动、可远程控制的冷却式天文相机、音变波支架等等等等，有这样的经历。好，德国知识点评。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欧洲人特别贬低中国人的帖子下，经常会有业内人士出来告诉真相，说明中国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欧洲还先进，然后按倒赞的人就特别多。这说明这些欧洲人仍旧沉迷在自己的旧梦里进行自卫，而不愿面对现实。下一条评论：中国商飞的问题不会太大，例如奥地利航空现在就购买了很多这样的飞机，机队决策的背后有很多考虑因素。如果使用中国商飞，许多航空公司的机队将增加另一家制造商，即使零部件来自 FACC 等。他们现在对 B737 和 A320 也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邪恶轴心国将来可能会转向中国商飞，也就是说，波音和空客将在中期内完全失去这些市场。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不再允许空客和波音飞机进入。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仅中国市场就足以让中国商飞实现2位数的增长，持续数年。谁还需要西方呢？下一条评论：他们当然会首先占领亚洲地区，日本除外，但这足以实现极高的增长率。他们越想独立于第三方生产飞机，成本就会越高，尤其是在研发领域。但中国的战略是国家支持的，就像华为一样，他们现在将营业额的25%用于研发，其中大部分用于人工智能。这是一项长期的政府战略，即使背后有私营企业的支持。下一条评论：中国将通过大量补贴强行进入市场，类似于电动汽车，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届时，波音和空客将很快集训于欧洲和美国以及豪华客户，如阿联酋航空等。目前大家都有足够的市场，但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下一条评论：对于航空业来说，20年是一个可控的时间段。虽然中国也会分一杯羹，但我认为空客不会受到任何重大威胁。20年后 ，A320 的后继机型以及下一代飞机将投入生产，甚至可能已经投入生产。中国不会这么快实现飞跃。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西方网友或者说德语区的网友对 C919 的看法，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